把它稍微染一下。小的树就不要管它了，小的树到时候一同呢，一染匀，基本上好。我们现在再加一点颜色。就刚刚第二层颜色还没染完哈，还有些小树还没染完。好，我这里又加了点这个，就说这是还是第二层，因为刚刚那个颜色呢它比较深，用第二层染远树不是太好，会显得太深，所以我就先把这些颜色染到别的地方，等它水分少了以后。你看，再去染它。把这个染好以后，我们染第三层。好，第三层颜色就更加的这个亮了，这就是山绿加藤黄，而且水分就很少，基本上这一比你看就差不多了。你看，基本上这一比就差不多了。染第三层的时候，这个颜色就更亮。你看，我基本上下面啊就不让它留亮了。最终每棵树其实就是留了一个树冠是亮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它这个在染的过程中，哎，才容易把它的层次把它给染出来。你看，基本上我们把它染了以后，然后盘子里还剩一点颜色，这个颜色呢，我们都用得上。要把它现在目前要把这个颜色，我们再调的颜色哈，要把整个这个颜色就要用得很干净啊，用得很干净。我们现在都用得上，它现在路的颜色、树干的颜色是吧？这些都可以用得上的。调什么？调赭石色。首先，一点水分都不要加哈，啊，一点都不要加。你看，这也马上就调出了这种赭石色。你要它红一点，你就多加点朱标；要它绿一点，多加点山绿；要它黄一点，就多加点这个藤黄，是吧？它就可以控制，根据画面的需要，
来决定我要的这个颜色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要它先染路，染路的话，先把路的这个高度染出来。你看，染的时候很简单，一笔都拖过来了。你看，马上一染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立体感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好，染了以后，把它稍微擦一下，再靠近石头的边缘，稍微擦一下。一定记住哈，不要平染，不要平染，都会留亮，而且这里一会儿还得再调点更亮的颜色啊，调点更亮的颜色。好，再往后面路就小了，因为这个透色路小了，我们就用更细的笔把笔收拢了，用勾染的形式把它染出来。将就这个颜色，加一点点珠标，相当于红了一点点，把这个树感也用勾染的形式，一定要留高光。高光的话，就相当于就是说，我们你看线条越多的地方，它就属于是阴影部分，哎，流量流的越多的地方，它就属于什么？就是高光部分。画了以后也是稍微把它擦一下，你看有些地方它就亮一点，有些地方就凹进去的地方它就深一点。这边也是。都用勾染的形式，都用勾染的形式，还有这边。如果还有一点颜色的话，那就把这些颜色也用勾染的形式，把这些山啊，把它染一下啊。可以把它调得很干，你看，用擦的形式，让它很自然的过渡一下。好，你看把这里染好以后，我们盘子里呢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颜色了。大家看，我
通过这个用了以后，基本上盘子就用光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，如果是我们在直播这个这些颜色都可以把它，我们就随便画到这个哈。如果是面授班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把它用的很干净啊。但是由于这个是直播班，你们看到这边看不到那边，镜头又不可能一直跟。也能看全部用的很干净。也能看到很干净哈。非常干净，可以装菜了。这样的时候可以装菜了，大家觉得可以装吗？老师就是用的炒菜的盘子，肯定可以装菜。其实你看，这笔里面还有颜色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盘子的颜色啊，把它弄得很干净，我们才好去画这个。但是我现在如果是用这个水一洗，这个水又没这么干净了，哈哈，管它的。平常的话，我肯定会把它用得很干净啊。好，大家看这个盘子，真的可以装菜了。虽然里面有点藤黄，你看我这一直在洗笔，就要争取把笔洗得很干净。藤黄。白色，我觉得白多了一点，所以说我就这里不管它了。白色也是一个很谨慎用的，如果是用的太多，覆盖力是非常强的。我们看这棵最亮的树。最大的树，我们把它染得比较亮一点，基本上就是藤黄加白色，加了一丁点儿朱标色。在调的时候要注意用点染的形式，慢慢的染，不要一去就把它画一大片，特别是跟这个衔接的时候，你看跟这个背景的颜色衔接的时候，特别要小心让它们很自然的衔接。有时候衔接的不好的话，像这里就起亮点子，这就不好看，就觉得单薄，显得画面不够厚重。所以这里你看，不断的去点，好，你看，就把这个树就很亮了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我加一点朱标，这就红一点了哈。这红一点，在这里这棵树，你看靠近房子的这棵树呢，这个让它又红一点。好，这个时候要去分析什么样呢？你可以把它放大它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。对，缩小一点哈。这里有很多的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是吧？10几棵树的话，那我哪几棵树该亮？哪几个树？本来我开始想这里加红的。
加个比较亮的。但是我一想一加的话，就它差不多在一个位置上了。那我们肯定要想办法让它有一个疏密关系，所以说我考虑染这一颗。染这一颗比较亮的话，它也有变化，你看。是不是啊？现在这3颗呢，这3颗出来以后，大的这个调子就定下来了，好，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又可以加，你看这个明显就绿很多了，是吧？明显就绿很多了。我们在这里，反正就是围着这个房子周围的树啊，都让它亮一点，好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点这个太极蓝，那明显它又深了一点了。把这棵树把它染一下，你看我现在染这个树了哈，染了以后，第一，我本身这个山是非常深的，是吧？第二，这个树呢它也很亮，这个树自然就到哪里了？到后面去了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把这棵也染得比较深一点。一般大家看我画画哈，越往后面的这个树呢，它会越深一点，这个就是一个透色啊，一个色调。这样子它不断的往后越来越深的话，就感觉到哇，树一丛一丛往后伸啊，一丛一丛往后伸的感觉。我们这里再加点颜色。再加点这个颜色以后，你看太极蓝，加点，明显就更深了，是吧？让这棵树呢也是它到后面呢让它更深了。现在大家看是湿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觉得哇，这个染下来以后，觉得好像好深，好怎么样哈？干了以后，它就会融为一体。觉得有些过渡还不够的，我们又可以再通过这些颜色再把它再过渡一下。好，至于这后面这几个树的话，我就准备统一的染了。你看我们这里就调一点比较中性的颜色，你说它亮它也不亮，说它深它也不深。就把它统一的，你看就把它染过来，染过来以后，我们那天说了嘛，这个房子的时候，鱼上的水分，这个房子后面的环境色。笔上的水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那天在画的时候，好多学员都是很关心这个炊烟，怕这个炊烟这个。今天呢稍微的话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啊。哎，你看，基本上就把这个炊烟的感觉把它画出来。到染色的时候，再具体再去烘匀的时候，具体再去把它过渡一下就是了。你看，把这个画好以后，然后就差一点点了，就差什么？房子。房子我们在染的时候，就是要注意什么呢？首先就直接用珠标色，但是不要调太这个红的珠标色哈，不要调太红，薄一点的珠标色，把这个没有瓦片的这个房子你看这里。稍微把它染一下，染了以后，我不一定全部染完哈，再调一点淡一点的颜色，再把它稍微过渡一下。你看有些地方就红，有些地方就怎么样呢？就浅一点。把它画了以后，我们这个就刚刚那个珠标色。加点墨，就调成赭墨色，调成赭墨色。屋檐下呀，把屋檐下染深一点。这么一染，你会觉得。一下子这个屋檐就非常的厚重了。这里由于是墙，把它那个了，我说这个地方正好就是有脱皮的地方的话，让它这里亮一点，它才能把那个皮才把它显出来。你看。这个是第一层，第二层我们再调点颜色。第二层的话，就藤黄，加珠标。这个就要比开始第一层呢，就要亮很多了。
包括下面的石头啊，这些都用这个颜色染它一下。第三层的话，就很亮的颜色了，基本上就白色加一点点藤黄，你看这颜色很亮。你看这样子，它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染出来了。染出来以后，我们有些地方可以给它踢一下，但是再踢亮一点。在踢亮一点的之前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，大家看，加一点点太清蓝，就这里面啊乱七八糟的颜色，我们给它搅和一下。搅成灰色，给它搅成灰色，搅成灰色以后，在屋檐下或瓦片它的过渡的地方，用这个笔把它稍微走一下。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屋檐和房顶就很好的，但是一定注意哈，不要全部那个哈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就直接蘸一点点这个珠标，你看这里这个窗子是吧？然后这个门上有对联，随意画一下哈，稍微画一下就是了，不要把它画得非常的清晰啊。这么一弄，大家看，我们后面的环境色，它在染的时候根本不要考虑后面的树感怎么样哈，你就会感觉到后面哇塞，很凉悠悠的感觉，是不是啊？这些整体的色调又把这个房子很好的衬出来了。再通过整个这些树啊，这些，他就感觉这一块是很亮丽的。一看就是什么，就是中心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大家看哈，这个现在把整个这一块画出来以后，现在这一块显得是什么呀？特别的厚重。特别厚重，那缩小了以后呢，有可能你们会觉得，我不知道从那个电视上啊放大看是不是效果应该更好？因为我这里呢，我是竖屏的，它屏幕并不大啊。整体的效果呢，把这些也加深了，这些基本上到时候打湿了也就不染了。主要明天啊要染就是染这个云，把这个云一染，特别是这个云啊跟这个水啊这些衔接的好的话。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漂亮了啊！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这堂课顺利的上完了。只要今天顺利上完了，我相信他们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啊，这个就没问题了。以后我们也肯定可以非常顺利的把余下来的课程把它上完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，我们明天精彩继续哈。明天是星期一，补昨天下午的课程。就把它补完，好吧？好，同学们，明天下午2点钟不见不散。